新赛季中这个英雄啊，简直改强到爆炸了，可以用重做来解释他现在。无论你是佛罗伦菲类还是什么踢灵狗脚，这个英雄都氪到爆啊！这一把把对面的先把叶娜简直吊打了。到底是谁没有错？就是我们的麦克斯，最高程伤害一直杀。到底新版中该怎么出招搭配什么阵容才可以这么的夸张呢？好好享受吧。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看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小小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麦克斯这个英雄啊，改强到几乎能够叫做重做了一个实战解说了。那这一次我们呢，这一个改强使得在凯撒路有一席之地。如果你拿它来打一个辅助的话，对上够控制也是可以。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直接看对线，对线是谁？对线是一个先把这一个版本几乎是最夯的一个凯撒路。21A1 啊，321对面的叶娜连招啊，也是连得很顺的。他不断的想要打我们，我们一点都不会怕他。他有沉默，我们又如何呢？我们一点都不怕他，是因为他连恢复按下去也是没有用的，直接把线霸叶娜在前期就这么的单杀了。他不耗蓝，我们还要耗蓝。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版本的麦克斯，他的这个被动简直改强的不得了啊！原本25%的吸血恢复，反正你是要把血量飙起来的，我们都把你直接减半，所以完全不怕对面叶娜。叶娜她的续航力不会说很厉害，尤其当他要恢复的时候，你一个麦克斯怎么现在被动跟一个聚魂路聚魂刀一样的对面叶娜怎么适从嘛？这里他想把残血的我们给收割啊，反而扛了很多塔。这里我们会守吗？绝对不会，抓紧你一个就把你给收割掉了。可惜对面的猴子呢也回手 gank， 那没有关系。麦克斯这个英雄呢，他原本呢就不是说不能够出的一个英雄。在以前呢，我们聚魂路不是聚魂路我们现在这个被动真的很像聚魂路、聚魂刀，大家知道吗？可是他以前没有的时候，他还是只有大概25%的一个吸血减免的时候，已经很多职业联赛的队伍会拿它来克制一些回血很厉害的，比方说马家的英雄。那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直接25都不演30啊，什么35、40，直接就50%的一个输出的这个吸血减免了。那这个版本能够出吗？当然啦，就是一个套路啊。这个英雄你这么出这里呢，你要躲叶娜的招很轻松的，你2技能就能够躲了。一手我们的斩杀搭配被动把它给收了反而又是对面的悟空的来 gank。没有关系，我们刚刚说到出装搭配我们的这个现在拘魂类似拘魂的被动要怎么出装？就是一个火甲。火甲对于麦克斯来说，就像阿塔和火甲的一个关系，很有用的你不出不是说不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对，不是不可以，可是呢就是没有呢。你在前期扛伤比较难而且你这个英雄原本就是粘人，而且你的被动打出那个闪电，搭配你的火甲，整个就是很搭的。所以的话，火甲呢是我用这个英雄很喜欢去用到的一个装备，而且也是很搭的一个装备。看到对面的马洛斯，不用怕，你打的是真伤，一手一技能，一手斩杀，收割掉对面2位英雄了，不断的输出起来。没有技能的这个状况也没有关系我们呢把对面刚刚全部打残，使得对面回血也很难了因为我们的被动关系，只要你看到他有闪电，都可以让对面呢减掉这个回血的能力。这里不用管对面的叶娜，扛着一个塔把对面的外塔中路外塔给拆掉。
外塔的一个战略意义呢，比起上塔还有下路的外塔呢，都来得要重要啊。你如果中路的外塔一掉的话，它中路两旁的小野怪还有他们两边的这个野区，也比较容易让我们的辅助可以去看到视野。那这个小兄弟啊，这个蓝 buff 不可以让给窝窝吗？没有关系啊，你拿就拿吧。不过我们如果有一个蓝 buff 的话，冷却真的会很好。而我们鞋子呢，很多小兄弟都问出什么鞋子的？那通常我都是出魔防鞋、物防鞋都可以。因为对面有时候你看对面务工英雄多不多啊？控制多就出魔防，这一手飞过去一个大招，怎么收割的也不是我们这一把刷的助攻啊，全队就我们多的超级夸张，怎么对面啊简直很大部分我们有在输出，可是就没有收割到这个头，一大堆的助攻啊，没有关系啊，让队友去拿到头也是蛮不错的。那如果对面务工的普攻型英雄多啊，你就出一个物防鞋啊。那不然的话，控制多或者一般状况出魔防鞋很好的。在我们的第3件装备方面呢，很多小兄弟会说出不出一个破阵？那出破阵不是说不可以，可是我们麦克斯需要冷却缩减，而且我们是很多时候都会打到叠层的攻击的啊，叠很多层数的一个攻击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适合出到钢枪。钢枪这个装备对于麦克斯来说超级的好用，你用过就知道，不骗大家啊，真的怎么有点像推销，不过真的是不骗大家，这个装备对于麦克斯来说，你大招可以不断的刷啊，你的1技能2技能也能够不断的刷，不需要恶魔觉醒什么的。一手大招打对面的悟空，不用怂啊！你是一个很坦的小兄弟，直接一个把对面悟空打成残血之后，这里不要等待蓝的大招啊！你等待蓝的大招反而会被对面特尔阿斯给收割。如果刚刚输出位特尔也跟上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对面收割掉了。那这里想要拿古龙回个血，也没有人要让我们啊！特尔阿纳斯小兄弟说 sorry 啊，那没所谓，没关系的啊。我们在出了一个钢枪之后呢，之后就会出一个全能武器。当然的，你可以根据自己想要高容错率还是低容错率，选择的第4件装备。如果你想要高容错率，就是觉得对自己操作不太有一个十足的把握的话，对于麦克斯这个英雄，你就出冰袍啊，不然的话就出钢枪。这里看到对面的叶娜飞过去啊，不用等到我们的我们的刀锋宝贝已经收割掉它了啊，回手也把这个特尔阿纳斯给直接拿掉，回手我们整理兵线就可以了。不得不说，这一版本的麦克斯绝对是很好用的一个英雄，真的很多吸血的英雄啊，在这个版本你飞类也好，你叶娜也好，艾米丽也好，这些英雄啊，很多都需要到自己回血的，他没有回血的话，整个英雄大打折扣。所以的话，你真的很多时候呢，用一个麦克斯在这个版本，聚魂路这个装备，聚魂刀这些装备，大家知道多脱装吧？麦克斯一出就不用啦啊！他不是说只可以打到一个人让他少吸一点血，而是可以团战的时候让对面整队都吸少一点血啊。那这样的话，这个英雄的用途啊就很广泛，对面的威胁性就很大。你比方说对面一个吸血阵啊，有卡芬尼后期一个嗜血弓啊，然后又有一个马加啊，这样的话你出一个麦克斯当机了，我当机了。这个麦克斯差点说成这个哪吒啊。那如果是麦克斯的话呢，这个英雄一出，对面就烦死了，真的烦死了，根本就不用玩了啊！没有回血这回事，前期都回不起了啊！我们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你还是可以出全输出，或者是说出一个半坦装，或者是全坦都可以。那窝的习惯，这一个版本你可以出一个火甲，全部就出工装就可以了。
看到对面的这个维拉直接一个飞撞过去，单杀一个斩杀收割掉他。那要注意的是呢，如果你玩的麦克斯是想要玩输出的话，你的召唤师技能就用斩杀。如果你是出全坦的，只是单单为了他的一个被动，然后呢要扛住整个线的话，那你就在召唤师技能里可以用晕眩或者是治愈这两个召唤师技能。那不然的话呢，通常你要收割的话，一个斩杀都是蛮不错的，撞下去，然后一技能二技能不断的打，然后又一个斩杀就收割了，轻轻松松的。开了大招呢，也尽量呢，如果撞不起来要下机不要不飞，不然的话整个大招就浪费了，可以用来整理兵线的这一类移动。那看到人头消蛮多的，上路塔这里可以猜吗？先蹲一个点，看到悟空的话，你隐形也没有用，趁你隐形之前二技能一技能把你直接给收割掉。对面的叶娜想逃这里把对面维拉直接给收掉，不断拆塔状况，拆掉对面主堡，赢得这场游戏胜利，还有最高的扛伤。最高助攻呢，它适合搭什么英雄呢？这个版本之中，第一个是赞尼尔辅助的话，搭配我们的凯撒路依然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套路。那还有的话就是提米一个技能晕眩可以保护我们开大后被集火的这个麦克斯，大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续航，就像做副使一样。那为这什么英雄？第一个是塔拉，还有的话就是飞类，这两个英雄依赖他的吸血，那我们一个麦克斯就很好的去克制他们了。那被压制时会被什么英雄压制呢？第一个是阿莱斯特，大家有没有试过在飞的途中被他锁住呢？同样的话也有相生相克的提米，我们如果收割掉对面的一个射手位或者是法师位英雄之后呢，提米也可以把它复活回来，我们也没有大招。感谢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点赞分享哦。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愚人节快乐，拜了个拜。